如果我问你，说到西餐，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回答是牛排、炸鱼薯条、肯德基。其实如果你问我一样的问题，我的答案可能也差不多。毕竟西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，我们大家对它的了解都不是很多。但如果你要问到中餐的话，那我的回答可能是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折、卤煮咸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料肉香肠、什锦酥盘。因此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用同样的材料分别去做中餐和西餐，然后来比较它们的不同，那结果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吧。中餐对我来说可以说信手拈来，可西餐呢，确实让我一筹莫展。我怎么才能做得地道？怎么才能做得无限接近于西餐的味道呢？于是我发现了这个像宝藏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超市每周免费发的宣传册。里边除了告诉我们一些特价的菜品，还会教我们如何做菜。这里边它详细到了不仅教我们如何做，还教我们用什么去做。所以如果我严格按照它的教程去做一道西餐的话，那味道会不会就非常接近了呢？比如说这周的西餐就是脆皮三文鱼搭配花菜土豆泥，所以我们的主料就用三文鱼。那西餐我们已经想好了，中餐我们用三文鱼来做什么呢？让我想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走着。
好，咱们中餐和西餐就做好了。中餐我做的是蒜蓉粉丝蒸三文鱼，西餐呢就是咱们刚才的那个海报里边的，就是脆皮三文鱼、土豆泥、青菜。这2个菜的做菜成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主菜就是三文鱼，其他的配菜价格不是很高。从做菜的时间来看，这个三文鱼呢我大约用了20分钟。为了保证公平，我尽量用20分钟的时间做了这个蒜蓉粉丝蒸三文鱼。那从这个菜的营养上来看呢，很明显这道菜呢基本上涵盖了海鲜、淀粉，还有这个绿色的蔬菜，可以说这是完整的一道菜。比如说今天中午您就吃这一道菜，应该能保证您摄入大部分的营养。那这道菜呢，蒜蓉粉丝蒸三文鱼，很明显它就是单独的一个菜，可能它还需要主食，还需要一些其他的配菜来一起吃。那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来尝一下这2道菜的味道如何。之前做的时候啊，我还担心，因为这个三文鱼啊，只是用盐稍微腌了一下，会不会鱼腥味比较重？但是这个三文鱼熟了之后，再配上西餐特有的酱汁儿，完全没有鱼腥味。因为这个三文鱼呢，加了西餐的调料，比如说有百里香啊，有黄油啊，所以呢，它有一股比较特别的味道。同时呢，它这个奶香味儿以及这个黄油的香味儿，应该是进入到了这个三文鱼里边，所以呢，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宗的。但是吃这种海鲜，还有这种西餐，我们总觉得呀，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就是它。2个字，优雅。那我们现在再尝一下这个中餐，蒜蓉粉丝蒸三文鱼。中餐就用筷子吃比较好。这个味道非常的熟悉。这个三文鱼上面呢是一层粉丝，这个粉丝呢我用的是蒜蓉、香油，还有一些中式的调料，比如说蚝油啊，比如说烧烤料混合在一起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蒜香味非常的足，而且这种香油特有的香味应该也是进入到粉丝里边，同时呢，经过这个蒸制以后，它也渗入到了这个三文鱼的味道里边。可以说这个味道呢是我们经常吃的味道。其实啊，我们经常吃这个蒜蓉粉丝的味道，不是在一些饭店，往往呢是在一些烧烤摊儿，或者是大排档，经常呢是用这个蒜蓉粉丝来去烤生蚝啊、烤扇贝啊。所以说，我说这个蒜蓉粉丝蒸三文鱼啊，它不是一道单独的菜，就你不可能今天只吃它，你一定要配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比如说呀，这个东西就应该配着烤串儿一起吃。哎，烤串儿来了。还是烤串好吃。那你说这个三文鱼也有了，烤串也有了，我们就得要啤酒啊！我今天说话有这么灵吗？那请给我一张能中5000万的彩票。拜拜。